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向科技研究领域增加2500亿美元投资，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外界注意到，这其实是前段时间在美参院推进的无尽前沿法案捆绑其他法案后化整为零，成为如今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对此，中方指出，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什么都重要。美媒报道，法案获得了19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但曾与拜登竞争总统提名的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是民主党党团中唯一投票反对该法案的成员。拜登称赞该法案：“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21世纪胜利的竞争中，发令枪已经响起，我们不能冒落后的风险。”该法案旨在提高美国与中国科技竞争的能力，将授权约1900亿美元用于增强美国科技和研究，以及将单独批准540亿美元用于增加美国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生产和研究，其中20亿美元将专门用于汽车芯片。该法案仍需获得众议院批准，最后送交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拜登政府从政治考虑，从经济竞争力的角度上考虑，以及特别是从这个中美两国经济这个对比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呢，都对他来讲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也就是说，能不能有效的应对和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张这样的一种局面，对拜登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外界注意到，该法案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扬领衔提出，而该法案前身是两人曾共同提出的无尽前沿法案。事实上，在无尽前沿法案基础上，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像滚雪球似的迅速膨胀，最终长达1400页，整合了此前的多个法律提案，包括芯片和5G 开放无线接入网紧急拨款、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及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可以说，新出炉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更加全面的用以抗衡中国的立法。未来看美国的所谓的全球竞争力，基本上在下一代的技术领域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美国不仅仅是要调整这个产业链的问题、供应链的问题，也是要调整今后的下一个世代的这个技术竞争力，这样的一个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因为现在看对美国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30年以前，2030年以前，中国经济能不能超过美国？这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新法案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以应对中国挑战，包括禁止将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下载到美国政府设备上，阻止购买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制造和销售的无人机等。此外，还包括扩大与加强美国与盟友的合作，独立削弱中国在美国大学里的政治影响力等。观察指，美国方面动用的政策工具已经大大超出了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范围。现在的法案是一个试图动用多种手段，包括产业、科技、军事、外交、贸易等等，来应对中国挑战的尝试。对于美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中方有关部门密集回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该法案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诋毁抹黑中国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打着创新和竞争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妄图遏制中国发展。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回应表示，该法案与中美两国各界希望加强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怎么发展，怎么提升美国的竞争力，这是美国自己的事。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美国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比什么都重要。此外，拜登在上任满月之际，曾下令让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药品这4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当地时间周二，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超过250页的审查报告。报告中污称，中国在被审查的这4个领域中所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公认的公平贸易惯例。
为此，报告呼吁采取一系列行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爆料，白宫经济委员会国际经济与竞争力资深主任彼得·哈瑞尔称，一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将找出那些造成美国供应链空心化的具体贸易违规行为，然后通过关税或其他贸易补救措施解决。而拜登政府将继续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针对中国输美产品设置障碍的意图也非常明显。评估报告中就提到了美国对铝磁铁和锂进口的严重依赖。铝磁铁是一种用于制造计算机硬盘和马达的关键稀土元素。美国铝磁铁的进口主要来自中国。有美官员们表示，美商务部正考虑是否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案第232条规定来启动针对铝磁铁进口的调查，声称这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232条款中规定，若总统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无限制地施加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以确保进口产品不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这显然与特朗普时期的相关做法如出一辙。而除了审查4个关键产品的供应链外，拜登此前还要求对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能源、运输和食品生产6个经济领域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年的单独审查。面对一个中国强大的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呢，他要找到所谓的他的赛道。正面竞争不过的话，他就要改规则。拿着一桶油漆追着你的脚步画线，说你走到哪儿我画到哪儿。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这种规则呢，拯救不了美国企业，并不利于美国企业的恢复竞争力。特别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服务于美国企业的竞争，那样看的话呢，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道路。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明日前在东亚论坛刊发的《华盛顿正在与中国打一场必输之战》一文，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5月下旬，傅立明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独家专访时曾表示，拜登政府被锁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中。It is keeping its options open for negotiations, for dialogue, for common efforts to solve problems we both face. And I applaud that. I'm sorry that on the American side, the last leader we had, Mr. Trump, had a very different viewpoint. And Mr. Biden so far has not been able to shake loose from Mr. Trump's legacy. 不过，傅立明认为，拜登对华制定的小院高墙策略可能在未来有所改变。So Mr. Biden is trying to correct that and return to a more traditional American approach, and Mr. Biden finds himself in that position. If he manages in 2022, when we have midterm elections, to increase his majorities in the Congress, then I think he will have more space to rethink what is basically a hostile policy. 周二，世卫组织与中国联合溯源报告全文发布。从流行病学角度认定，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新冠病毒发源地。同时，在向中国供应冷链产品的其他国家已经发现包装和产品上有新冠病毒的证据。向中国提供冷链产品的其他国家存在早期病例群。但有美媒称，美国和欧盟将支持重新推动对冠病病毒源头的调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病毒溯源原本是一个科学问题，将溯源政治化只会损害国际抗疫合作。去年7月，世卫组织和中国着手开展病毒溯源研究的基础工作。在举办几次线上视频会议后，世卫组织专家组于今年1月14号至2月10号在中国武汉与中方专家一起进行了为期28天的溯源调查，最终得出世卫新冠溯源研究报告中国部分。报告指出，诸多证据可以表明，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发源地。对于华南海鲜市场在疫情起源中的作用，或者感染是如何传入市场的，目前尚无法得出确切结论。报告还提出，由于新冠病毒可在冷冻食品、包装和冷链产品的条件下存活，因此中国最近爆发的疫情中的指示病例与冷链有关。同时，在向中国输入的外国冷链产品包装和产品上均检测出新冠病毒，也就是说，在向中国提供冷链产品的其他国家早就存在早期病例群。对于病毒出现的可能途径，国际联合专家组评估了4种引入情况，其中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从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通过实验室事故引入被视为极不可能的途径。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舆论从去年至今一直充斥着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操作，当中尤以所谓实验室泄露一说最为博人眼球。日前，《华尔街日报》翻出了一份由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1年前撰写的所谓机密报告，宣称新冠病毒从中国武汉一家实验室泄露的假设是可信的，但是却遭到了现任美国务卿布林肯的公开质疑。周二，在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布林肯批评其内容漏洞百出，立场先行，连上一届政府官员都严重担心其质量。布林肯说，报告是特朗普政府要求一名承包商为调查新冠起源而制作，并指明要特别关注病毒是否因实验室泄漏导致。报告的全部作者只是一名官员和几个人，完成后在美国国务院内部做了小范围汇报。布林肯还进一步指出，这份所谓报告的研究方法、分析质量均存在问题，甚至为符合预设语境而扭曲证据。但分析指出，美国总统拜登5月27号下令，美国情报机构必须在90天内报告新冠病毒的起源，让国家实验室和其他政府机构也参与进来。他还宣称要敦促中国参与所谓的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因此，布林肯势必将继续利用病毒溯源打击中国。此次质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只是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布林肯他应该很清楚这个报告本身的这样一个虚假性。所以说他不愿意说在这个场合去支持这个报告，从而会形成他拥护或者说为特朗普的这个相关的做法进行背书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布林肯或者说拜登政府本身，他们现在正在内部这个要求情报机构对此进行这个溯源的这个调查。所以说在这个报告还没有自己的调查还没有出结果之前，他不想要轻易的就下这么一个结论。所以说，这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来，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意与特朗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但是这也不意味着说他就会支持反对就是说支持实验室泄露论的这个一个错误说法。美国《民立场》杂志上周4就发布长文，在多方采访的基础上披露，美国两党围绕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出现了内部分歧与激烈内斗。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能源部官员拒绝让他们采访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报告作者，还有同事警告不要深挖实验室泄露说，以避免牵扯到一批官员与科学家等利益群体，因为这将揭开一罐装满蠕虫的罐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也引述大西洋理事会预见战略和风险倡议主任马修·巴罗斯的观点分析称，对美国总统拜登而言，发布声明要求进一步调查疫情是出于国内目的，不要显得对中国软弱，并避免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被共和党批评。他同时认为，美国再次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员后，不想让该组织过分向中国倾斜。这个是一个他们本身对华的这样一种战略焦虑以及战略猜疑的这样一种反应。但另外一个层面呢，从国内角度来说，这个一些政客和媒体，它实际上也是为了借此来炒作舆论，来制造话题，从而把对于美国国内疫情的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和矛盾的转移出去，就是说让中国去背这个锅，从而使得美国国内相关的讨论可以相对来讲会被减轻，或者说选民会更加少的注意到这个，会使这些政客或者媒体呢更少的受到相关的牵连。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看到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国和欧盟还将支持重新推动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调查。据彭博社报道，文件显示，欧盟与美国希望在本月晚些时候举行的美国欧盟峰会上通过该声明草案，呼吁由专家带领的世卫调查小组对新冠病毒源头开展第2阶段的研究。在周3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示，病毒溯源原本是一个科学问题，将溯源政治化，利用溯源搞甩锅推责，只会干扰破坏溯源研究，损害国际抗疫合作。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政治操弄，承担应尽的责任，让溯源回归科学的层面，尽快就德特里克堡及美国在全球设立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的真相做出负责任的说明。我们也希望有关方面抵制任何将溯源政治化的行为，为国际抗疫合作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不断看到美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将病毒标签化、污名化，散布毫无依据的实验室泄露论，对中国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溯源研究报告进行无端的攻击抹黑。
动用情报机构进行所谓的调查。这些日益偏离溯源研究宗旨的政治化做法，既严重冲击了美国自身的抗疫行动，使美国民众付出了沉痛代价，也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近日，新西兰先驱报连续刊登奥塔哥大学和梅西大学传染病生态学专家以及奥克兰大学经济学专家评论文章，批驳炒作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的险恶政治用心，指出没有证据证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没有迹象显示新冠病毒有人工干预的痕迹，大量研究数据表明这只是一起自然事件。文章更进一步指出，这是歧视。如果新冠疫情没有首先在中国爆发，就不会出现实验室泄露的讨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假设有可信性，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为这个观点有问题。您是如何看？从上个月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在90天内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调查，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呢，病毒溯源的问题再次变成了美国媒体热炒的焦点。华尔街日报在其观点版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露这种假设具有可信性。可笑的是呢，其依据的证据是一份所谓的病毒起源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特朗普政府委托给外包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进行听证会的时候就表示说，自己看到了这份报告，但是呢，认为很多层面那是不正确的。华尔街日报刊登这样的文章，只不过是为了博取眼球而已。对于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和调查，本身呢就是一项科学任务，但是现在已经被严重的政治化了，甚至可以说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溯源的初衷与科学无关，完全是政治的操作。对于这一事件，我想可以从2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病毒溯源的研究是抗击疫情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项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不能想当然的去猜测。世卫组织的专家组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为期近1个月的调查研究，得出了权威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病毒溯源调查和研究就结束了。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传播需要进行全球性的调查和研究。现在一些美国的媒体将世卫组织关于实验室泄露极其不可能的结论置之不顾，而是大肆的炒作实验室泄露，这完全是不科学的态度。退一步说，世卫组织专家组得出的结论如果不可信，那么美国外包机构以及拜登政府在90天之后做出的结论就是可信的吗？第二就是病毒溯源已经被拜登政府完全的政治化了，但是布林肯之所以不接受外包机构的结论，是因为前任政府也没有认可。如果拜登借此进行炒作，那就正中特朗普的下怀。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病毒溯源有3项重大的目的。第一呢，就是与特朗普争夺病毒溯源的话语权；第二就是拜登示好美国的鹰派，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以病毒溯源来显示对中国强硬的姿态。遏制中国呢，是现在美国2党最大的共同点。拜登以此换取共和党议员在其他议题的支持，而设置90天的期限也完全是政治的操作，就是在新的财年进行表决之前，拜登可以与共和党议员进行交易。第三就是拜登以病毒溯源来集结盟友，比如欧盟国家的支持。非常赤裸裸的是呢，病毒溯源与涉华的其他议题是绑定在一起的，可以说这就是图穷匕现。所谓的病毒溯源只是个幌子而已。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项法案被认为旨在加大对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您是如何看呢？这一法案从几百页变成了上千页，可以看到在此过程中呢，存在着比较激烈的政治博弈，议员们都把自己的私货放到这项法案之中了。在之前的节目呢，对此也有评论。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将经济和技术问题变成安全问题，同时也对产业和经济问题进行政治动员。这项耗资2000亿美元的方案其实就是老鼠拖木仙，大头还在后头呢。拜登政府的政策目标是高达6万亿美元的巨额的投资计划，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而现在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处于极度微弱的优势地位，
着眼于明年中期选举，拜登的政策基本被选举政治锁定了。如果明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这就意味着拜登提前进入了跛脚状态，他的政策没有施展的可能。现在拜登对华政策有相当的考量，是为了迎合和收买共和党议员及其美国选民。对于中美之间的竞争，中方并不回避，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常态，但不能以拉帮结伙、使绊子下套的方式进行。其实竞争可以分为内部竞争和外部竞争。所谓的内部竞争呢，就是不断提高本国的竞争实力。拜登政府提升本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产业基础，包括税制改革，与中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要获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拜登又不得不以对华强硬的姿态进行交易。而外部竞争呢，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技术和产业问题变成安全的问题，通过非经济的手段打压竞争对手。全球产业链网络是越来越密集，产业链、价值链的边界已经跨越了国界。而现在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其实是强行的切断现有的产业链的网络，造成全球产业链的中断和停顿。如果放任这种政策，必然会造成产业链的强行脱钩，全球经济体系被碎片化，或者说巴尔干化，这完全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美国的前外交官傅利民就认为说，拜登政府注定打一场失败的对华比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缺少有战略视野和勇气的政治家，拜登被选举政治绑定或者锁定。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呢，也呈现出随波逐流的状态。好的，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启任内首次外访，在欧洲的8天的时间里，他将连轴转参加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拜登此次欧洲之行能否实现拉拢欧洲盟友、稳住俄罗斯、制衡中国3大目标？特别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给欧洲留下的创伤，如今拜登成为美国总统，欧洲会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吗？来看看报道。拜登欧洲之行的首站是英国，他和夫人将于当地时间周3首先抵达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在那里与派驻英国的美国空军部队会面。周4，拜登将到访英格兰康沃尔郡，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面，重申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周5起，拜登将出席为期3天的G7峰会，之后飞往布鲁塞尔参加下周2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私下会晤。下周3，拜登将在瑞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美联社周2的报道称，烦透了特朗普的欧洲各国对于拜登的来访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特朗普经常制造混乱，相比之下，拜登更强调对盟友的支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就表示，拜登本周的欧洲之行将表明多边主义依然存在，美国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合作伙伴。尽管欧洲是拜登任内外访首站，拜登也极力修补被特朗普破坏的盟友关系。不过，不少西方媒体和专家认为，美欧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德国焦点周刊周2评论称，拜登希望开启新的跨大西洋关系，但是美国已经发生变化，欧洲也希望获得更多战略自主。在气候、疫苗、贸易、安全等关键领域，欧洲将与美国加强合作，但在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步调与美国可能会有偏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指出，拜登上任已4月有余，却至今尚未任命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和驻欧盟大使，显示华盛顿对此事漠不关心。欧洲盟友逐渐认识到，无论拜登表现得如何友好，这位号称坚定捍卫跨大西洋关系的总统已不再把欧洲政策放在首要位置了。目前，拜登政府的重心已转移至解决国内问题，减少了对欧洲盟友的成本投入，但却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这已成为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报道还引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称，拜登相信盟友是美国对抗中国的关键优势，而欧洲盟友更是这个新生的所谓反华联盟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分支主任普格里林评论称，美国对欧洲根本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利益之交。美国对待盟国的其实原则基本上各界政府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盟国必须服务于或者服从于美国的利益，而不能反过来美国去服务于盟国的利益。
包括北约，其实也是为了控制欧洲各国的这种制度设计。在这里面，其中肯定美国是发挥了最重要的主导和控制作用。这点其实事实上的话，欧洲盟国也很清楚。未来的话，美国不管他讲还是不讲美国优先，但是美国始终是以自身利益优先的，而不是盟国利益优先。所以我相信的话，在过去这几年下来，欧洲盟国其实应该说是，寒天饮冰水，冷暖在尽头了。出访之前，拜登在周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此次访欧之旅是为了实现美国对盟友和伙伴重新做出的承诺，并展示民主国家有能力在应对挑战的同时遏制新时代的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篇文章中，俄罗斯和中国是拜登点名要应对的国家。本周五将在英国登场的G7峰会就将聚焦中国议题。日本媒体的报道披露，美日两国正积极游说其他成员国，要在峰会后的联合公报中首度直接提及台湾海峡，力求欧洲盟友在台海议题上与美国坚定站在同一阵线，以此来对中国施压。另据日本共同社消息，七国集团还决定在峰会上出台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的举措，预计将在联合公报中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透明且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援，为深陷疫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提供支持。对此，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周三发文指出，事实上，美西方为寻找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已有整整8年，但G7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注定了这只能停留在空想阶段。文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意味深长的表达，它植根于中国曾经作为被殖民地的历史和现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与之对应，美西方的失败正是由于它的历史恰恰相反，它主要是作为殖民者对这些国家进行剥削和征服。美西方既没有所需的经验、同理心，也没有真正的动力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富裕的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现有差距是一条多维的鸿沟。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家，尤其是这次受疫情影响，本身经济复苏乏力，前景就是非常的不乐观的。那么他们根本没有这种真金白银拿出来，他连应对自身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已经现在左吃右出了这么一个局面。另外一方面，中国多少年来我们是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我们对推行“一带一路”的时候，我们也不附加什么苛刻的或者是不利的这种政治条件。但这样西方国家恐怕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为求遏制中国崛起，美国一方面拉拢欧洲传统盟友，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充满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曾在5月底公开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在一套新的战略下运作，其主导模式将是竞争。他还将美国政策的转变归咎于中国，并拿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动和所谓“战狼外交”举例，试图证明中国正在朝着严苛力量和硬实力方向转变。周二，坎贝尔出席一场智库活动时又妄称，在过去1-2年里，制造最多问题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他称，中国的外交政策机构明白，北京政策包括南海军事化，以及在全球外交政策上所采取的强硬态度，都引起全球反弹。因此，已经有其他国家对于加入美日印澳组成的4方安全对话有兴趣。该平台在下半年还会深化合作，举办领导人会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注意到坎贝尔说全球对中国政策的强烈反对，这个说法用来形容美国自己更加恰当。美方的有关人士习惯于以国际社会的代言人自居，但事实是美国代表不了国际社会，美国只能代表美国自己。关于坎贝尔说给中国制造最多麻烦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己，汪文斌回应道，坎贝尔的言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过去几年，美国奉行错误的对华认知，对中国进行疯狂的遏制打压，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利益。针对美方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中方不得不做出正当必要的回应，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顺应时代潮流，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摒弃陈旧过时的冷战零和思维，停止渲染炒作中国威胁，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合作和两国关系改善的事，而不是相反。新华社周三发表国际时评指，美国大搞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将多边主义圈子化、意识形态化，实在荒谬。近年来，美国政府推行所谓印太战略，胁迫绑架盟友，炒作制造战略敌人，不遗余力打造针对特定国家的利益同盟，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安全隐患。
一定程度上来说，拜登政府现在对华政策其实跟特朗普政府没有太大的或者是本质性的区别。它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轨道，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遗产。虽然在某一些方面有所微调，比如说在气候变化方面，中美开展了一些有限的合作，但是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拜登政府依然保持高度的戒备，而且会采取所有的手段，集合他的盟国也好，去对中国的发展进行打压和围堵。那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南海问题上，其实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打压和挑衅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消息。周二全天，全国出港澳台地区共报告确诊病例16例，其中本土病例8例，均在广东。而广东省这一波疫情的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广州。那么此次广州所有阳性病例基因测序有何特点？为何有病例多轮核酸检测仍有阳性？来看个报道。广东省卫健委周三通报，周二0至24时，全省新增7例本土确诊病例和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均为广州报告，另新增出院2例。自5月21号至6月8号，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道共报告感染者超过50例，中南街道近30例，是疫情最为集中的2个街道。广州荔湾发布微信公号，周三发布消息称，周四上午10时至当晚24时，对荔湾区金花、西村、南园、逢源等13条街道辖区内全体居民进行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周二晚，广州市卫健委疾控处副处长李铁刚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采访时表示，此轮的广州疫情呈现出几个主要特点。第一，新增的感染者均在预期之内，说明整个广州市的人群感染率非常低。第二个特点是，所有阳性检出者均来自于管控的荔湾区和南沙区。第三个特点是对这些人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和详细的分析，发现他们均来自于管控的重点场所和之前暴露的场所。由此可见，广东科学防控、主动出击、检测搜索、围堵歼灭的防疫战略和分级分区精准防控的封闭风控管控措施是可行且有效的。目前，广州所有阳性病例基因测序相似度都达到了98%以上，也就是说，所有阳性病例的传播链都在一条上。这一次确实是这个病毒呢有它的传播的一个特点，那么传播速度快是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所以说呢，因为这个情况呢，给我们流行病学调查呢，给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快速的响应，快速的摸清病例的轨迹，快速的掌握它可能活动的重点场所，掌握重点人群，是我们流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对于0号病人的溯源问题，李铁刚表示，目前流调溯源工作正在国家和省级专家的指导下深入进行。病例和疫情溯源是一项严肃、科学而艰巨的技术工作。想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专业机构和人员花一定的时间来搜集、分析和汇总各渠道信息后进行研判。我们需要病例的进一步的一项调查，因为这是一项严肃、科学而又艰巨的一项技术工作。那么需要专业机构和人员花一定的时间去对病例的相关资料，包括临床的资料，包括分子生物学的资料，进行进一步的收集、分析、整理和汇总，那么最终会形成一个研判结果，未来会能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果。近日有新报告的感染者并非新近被感染，为何在此前的多次核酸检测中未被查出阳性？专家表示，有的感染者需多次检测才能筛查出来的情况并不少见。广州荔湾首发病例郭阿婆的丈夫也是检测了3次核酸才确认感染。这个病毒从入侵体内，那么造成在体内经过一定的一个程序，最终通过我们实验室检测呢，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这个不同的人他被检出核酸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新冠病例之后呢，会立即启动对这个该区域的一个核酸的快速筛查。那么这是发现了一部分人，但是呢，应该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并不是今天才能检测到。于是呢，我们会启动第2轮、第3轮的核酸检测。这样的话，用多轮的核酸检测来发现更可能的处在不同这个阶段的人群的一个核酸的阳性。与此同时，广东省疾控中心也指出，任何一次病毒感染后的首次核酸检测检出率都不可能是100%，新冠病毒也不例外。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是受病毒在病人体内的排毒水平影响。
另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广东工作组在全力参与和指导广州市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的同时，先后赴佛山市、深圳市调研指导，实地查看重点场所、风控社区、集中隔离点和定点医疗机构工作情况，指导当地全面落实疫情应急处置措施。